Where you been? 大家好，我是 Mark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集要带大家走进爱知县犬山市的有乐苑。有乐苑不只是日式庭园，而且还有一座茶道文化的宝——国宝茶室如安，纪念的是大名鼎鼎的茶人织田有乐哉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就开始吧。有乐苑得名自茶道大师织田有乐哉，他是织田信长的弟弟，是为了安置其建造的国宝茶室如安，而于1972年在犬山城东侧建立的庭园。织田有乐哉是日本战国时代的重要人物，师从茶圣千利休，精通茶道，晚年致力于茶室建筑与茶文化推广。门票成人1200日元，儿童600日元，假期每周星期三，御节假日时次日休息。年末年初12月29日到1月1日，交通电车在名铁犬山线的犬山游园站下车，从西出口出站步行7分，入住犬山英迪格酒店，送有乐苑门票。有乐哉在大阪天满拥有的茶室进行复原的原安，其设计延续了立修茶道的精神，但融入了有乐哉自身的品味。茶室小巧简朴展现侘寂之美。延七门，有乐苑优雅的大门建于17世纪早期，与院内其他的门一样，之前属于三井家所有，曾经矗立在该家族大基别墅的花园中。如安茶室迁址时，这座大门也被一起带到了有乐苑。大门屋顶造型如同吊钟，从侧面看时尤为明显。这种曲线型屋顶的大门称堂门，而像延七门这样屋顶中央的屋脊与入门方向垂直的门叫平堂门。这扇门的屋顶附以桂木皮，呈凹状曲线，形似倒置的船只，故名船底天井。就正传院书院与如安同时期的建筑，位于有乐苑内，紧邻如安，原属于名古屋城正传院，后来移驻至有乐苑保存，是织田有乐哉的隐居处，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。书院内保存有长谷川等博和、寿野三学等名家的拉门画，展现了江户初期的艺术风格。建筑本身反映了武士居所的简朴与雅致，与如安的茶道氛围相呼应，平时不对外开放参观。庭园，有乐苑的庭园是典型的日式庭园，以如安为中心精心设计，展现了日本园艺的极致美学。庭园内小路蜿蜒，树木造型考究，每处细节都体现了匠心独具的设计理念。虽然缺乏水景元素，但青苔、石灯笼、雨檐、七门等景观为庭园，增添了历史与自然之美。庭园四季景色各异，春季樱花盛开，尤为迷人，被誉为教科书般的日式庭园，与茶室群相得益彰。弘安是1986年在有乐苑内举办四季茶会而兴建的茶室，虽然不如如安或原安具历史性，但其设计仍遵循传统茶道建筑风格。弘安的特色之一是其石质洗手盆，采用水琴呼设计，水流滴入地下时会发出清脆的高雅琴声，为茶会增添静谧氛围。游客可在弘安体验正宗的日本茶道，品尝抹茶与含果汁，费用约600日元，需跪坐于榻榻米上，体验过程中禁止拍照。
安被指定为国宝，是日本现存的3大国宝茶室之一。另外2个国宝茶室是京都山崎妙喜庵的岱庵和京都大德寺龙光院的密庵。国宝茶室如庵是茶汤的初始期，是著名茶师织田有乐斋建造的茶室。1936年被指定为国宝，是茶道文化史上珍贵的遗迹。如庵原建于1618年的京都建仁寺内，后经多次搬迁，包括东京与神奈川，最终于1972年由名古屋铁道移建至犬山，连同庭园被命名为有乐院。有乐院以其国宝茶室如庵而闻名，是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场所，被视为日本茶道文化中的经典之作，也是最受推崇和模仿的茶室之一。这座茶室被视为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遗产。如庵不仅是茶道文化的展示空间，也是犬山重要的观光景点，与国宝犬山城相辅相成，吸引众多游客。茶花园的设计灵感来自日本传统茶庭陆地，但特别强调与茶道相关的花卉与植物，特别是山茶花。因为山茶花在日本茶文化中有特殊地位，山茶花在日本茶道中被视为高雅且含蓄的花卉。其花期冬季至早春，约12月至3月，与茶会的季节性相呼应，常被用于茶室的插花，象指纯净与简约。茶花园延续有乐院庭园的风格，采用青苔石板路、飞石石灯笼和少量常绿植物，营造出静谧的氛围。山茶花的红色或白色花朵点缀其中，与庭园的绿意形成对比，但不过分，抢眼符合茶道避免繁华的原则。水声与山茶花的静美相辅相成，增强了茶庭的冥想氛围。四季之美，虽然山茶花在冬季最为突出，但茶花园与有乐院整体庭园结合，春季有樱花点缀，秋季有红叶，确保四季皆有景致可赏。有乐院是织田有乐斋茶道文化的集大成者，游客可在此感受茶道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欣赏历史建筑的细腻之美，并在红庵体验传统茶会。建议搭配犬山城游览购买游乐院与犬山城的套票，约1300日元。跟这集游乐院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按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集游乐院。我是马格鲁，我们下次见。